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啊，是乌克兰的军队啊，在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下面的一个城市叫伊久姆的一个铁塔上撕下了俄罗斯的国旗，重新升起了乌克兰的国旗。在过去十几天的时间里啊，乌克兰呢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把俄罗斯的军队从哈尔科夫州这个城市啊完完全全的赶了出去。在战役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军队首先在赫尔松州开始发动反击，俄罗斯军队以为啊，乌克兰军队会在赫尔松州会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想到啊，9月6号的时候，他们在哈尔科夫州开始突然发动闪击战。短短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头啊，俄罗斯的军队一溃千里，基本上现在已经被完全从哈尔科夫州赶了出去。伊久姆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它是哈尔科夫州的这个交通枢纽。俄罗斯啊要占领哈尔科夫州，也必须要靠伊久姆这个城市的从后方把它的补给物品运到伊久姆，然后呢再配发到这个哈尔科夫州自己的俄战区里面。伊久姆这个城市沦陷之后啊，应该说俄罗斯啊在哈尔科夫州就很难立足了。所以呢，后来伊久姆失守之后，俄罗斯的军队就基本上就撤到了自己的国境线的范围之内。在俄罗斯哈尔科夫州这个城市啊，这个是乌克兰东部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州。这个州呢，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俄乌战争期间啊，大部分领土都被俄罗斯占领了，但是它的首府哈尔科夫市啊，还一直控制在乌克兰的手中。这座城市呢，是乌克兰呢排名前5的一座大城市，人口好像是排名第2，应该说非常重要。那么从今年春天开始到现在，哈尔科夫市啊是整个俄乌战线过程中间受俄罗斯军队攻击最频繁的一个城市，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俄罗斯军队的炮击和导弹的袭击，可见这个战区啊，这个双方战争之焦灼之激烈。这个城市也是我在去乌克兰采访期间呢唯一没有去过的一个城市。当时呢，我先去了苏梅州，但是从苏梅州到哈尔科夫之间的交通线断了，所以我们就暂时先回到了基辅。后来呢，由于去了顿巴斯，去了这个奥德萨，去了尼古拉耶夫，等他再回到基辅的时候，想再去哈尔科夫已经没时间了，所以这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应该说这一次的战略反攻啊，乌克兰军队打得非常漂亮，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啊，就是今年春季的时候啊，这个乌克兰军队的反击是因为俄罗斯的军队深入到乌克兰的境内。所以当时虽然把他们赶回去了啊，但是那种反击啊，毕竟是在乌克兰的腹地，所以说呢，其实还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漂亮吧。但是这一次不同啊，这一次是双方在阵地战的过程中间啊，突然进行反击，并且把整个哈尔科夫州全部夺了回来，这真正的是一个应该说一个大的胜利啊。据说还俘虏了俄罗斯的高级将领。我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我看到乌克兰的这个，陆军司令啊，还给他自己的士兵发 iPhone 手机，是吧？因为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啊，就是在整个乌克兰里面，大多数人使用的手机是小米手机，因为比较便宜嘛，用华为的比较少，用华为的都比较少。那 iPhone 手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奢侈品呐。所以你看，士兵拿了那些 iPhone 手机都特别开心呢。我觉得这些士兵配得上这个奖赏，就在这个俄罗斯啊，在整个战场上一溃千里的时候啊，中国和俄罗斯又开始搞起了一些小动作。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栗战书前几天去了海参崴，跟俄罗斯啊这个进行了双边会谈。在这个会谈中间，栗战书就说，中国理解并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并且呢，以不同的方式给俄罗斯进行了一些策应。这话就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啊！首先呢，这应该是中国啊第一次啊放弃了在俄乌战争期间表面上的中立。虽然是我说的表面上的中立，大家其实都知道，虽然中国宣称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期间是保持中立，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暗挺俄罗斯的。但是他表面上过去还说他是中立的呀。那么这一次他也表面上的中立，他也不坚持了，他就说他理解并支持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利益或一些重大关切问题上，中方也是对俄罗斯也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
中方的理解和支持。Мы,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м жизненно важ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серьезной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также всегда оказываем нашу поддержку и наше понимание. 就像现在的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方是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关键是什么叫策应？国际社会大家都在猜什么叫策应啊，是吧？这策应到底是比如说给俄罗斯一些比较重要的军事支援呢，还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啊，所谓这个策应啊，其实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军事上你需要的我都不给，但是经济方面的我都可以给，其他方面道义上的支持或者舆论方面的支持我都可以给，这是中国的现在给俄罗斯的支持。但是俄罗斯呢，应该说对中国的需要更多，所以你看。这两天，普京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普京认为中国现在采取的仍然是平衡政策，并不是完全支持俄罗斯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中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啊？或者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啊，中国还要来站在俄罗斯这一边呢？因为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的战争过程中间，首先在国际社会上不得人心，其次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选边站，站在俄罗斯呢？我个人觉得啊，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啊，就是俄罗斯现在在国际上支持的越少，中国给俄罗斯的支持，相当于给俄罗斯这个人情就越大，对吧？因为没有人支持你了，你现在在战场上已经一溃千里啊，肯定是特别需要别人对你的支持，所以这个时候我给你，那就是卖一个非常大的人情。第二，中国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说白了还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对冲嘛。美国大家都知道，最近在搞台湾政策法。这个台湾政策法呀，说白了啊，其实就是把一个中国的政策空洞化了。那么，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啊，中国跟美国之间未来啊，要在军事上摊牌啊，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但是中国单独要跟美国搞，肯定是觉得这个不一定有完全的胜算，所以中国就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跟美国要打起来的时候，俄罗斯能跟中国站在一起，当然了，不一定直接出兵啊，但至少是，其实在声势上、舆论上，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给中国以策应，让美国投鼠忌器，其实中国的战略目标就达到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在这个时候支持俄罗斯，就是为了将来中国跟美国摊牌的时候，俄罗斯能够给中国提供一种某种形式的这种支持吧。但是这个大国博弈啊，后果到底是什么样？双方或者说多方能够达到自己的战略事态吗？首先我说乌克兰啊，我个人觉得啊，乌克兰的确在现在的反攻过程中间看到了曙光。我前一段时间去乌克兰采访的时候，曾经采访了乌克兰的前国防部副部长。他跟我讲啊，乌克兰啊，俄乌战争结束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收复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第二个条件，俄罗斯这些制造战争罪行的人要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第3个条件，俄罗斯给乌克兰因为战争所造成的这种损失，他要获得赔偿。我当时还问呢，我说你这定的目标是不是有点高啊？首先你把克里米亚你全都能拿回来？以乌克兰这样的自己的单独实力，他说可以。他说现在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包括乌克兰现在士兵打仗的方式是现代式的，而俄罗斯还是传统式的。而乌克兰自己的士气非常高涨，而俄罗斯的士气非常低迷，所以说他假以时日，他认为一定是可以拿回全部的领土。那么第二，他认为俄罗斯还需要赔偿他们的损失。第3，还需要这个去审判他的战犯。那么从现在来看啊，应该说乌克兰可能是按照这个计划开始逐步推进了。哈尔科夫拿下来之后，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赫尔松，因为赫尔松州啊，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赫尔松州控制了克里米亚的水源，克里米亚它其实经过一个很小的地峡是跟乌克兰连接的，而跟前苏联俄罗斯
其实中间是隔着一个海峡，所以它过去的水源是靠赫尔松给它供应。那么后来由于克里米亚回归到这个被俄罗斯抢走之后啊，这个乌克兰就把赫尔松中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个水源切断了。后来俄罗斯就不得不用船给克里米亚来运淡水，所以赫尔松州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赫尔松州拿不下，克里米亚本身呢，它其实就不稳当。那么如果要是乌克兰拿下赫尔松州，那么克里米亚其实啊夺回来的可能性就也非常非常大。如果乌克兰最终拿下赫尔松，那首先就回到了战前事态。如果要是在赫尔松州拿下之后还能拿回克里米亚，那乌东地区估计也不保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乌克兰的战略事态啊，其实现在在逐渐的实现。说到俄乌战争啊，其实在刚开始打的时候啊，说白了，我当时也做了预测啊，预测的都不准。我认为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比起来就是一个小国嘛，对吧？俄罗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这个国家其实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一落千丈啊，但毕竟是个军事大国，毕竟是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吧？而乌克兰呢，你在欧洲，你经济上又那么落后，军事上也不行，所以我认为乌克兰无论如何打不过俄罗斯。所以很多人现在在网上把我当时的帖子拿出来笑话我说：“你看王军，你看你会预测什么都是错的，对吧？”但是错了就错了嘛，是吧？因为当时的那个事态，不光我错了，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智库都认为乌克兰其实打不过俄罗斯。但是后来没想到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么拉垮，对不对？然后西方国家逐渐给乌克兰的一些支援，导致乌克兰啊可以重新站稳脚跟，然后重新发动反击。并且跟俄罗斯不但打了个平手，现在开始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了。我觉得乌克兰确实是了不起，是吧？所以我个人认为，乌克兰的战略事态，它的战略目标真的有可能实现。其次就是俄罗斯，我认为啊，俄罗斯其实啊，经此一役啊，它在整个乌克兰的所有的战略目标基本上都失败了。等待它未来的估计就是一个失败，接着另外一个失败。因为他现在能够动用的自己的这样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也穷尽了。现在美国给乌克兰支持的这些海马斯啊，这些武器啊，对他来说威胁实在是太大了。现在这种科技战呢，高科技战呢，如果你要是说要有代差的话，这战争几乎没法打。所以你看俄罗斯军队那些坦克，现在都是活靶子，都是坟墓。在无人机加海马斯的这个加持之下，俄罗斯的那个军队现在面对乌克兰军队啊，其实确实是挺狼狈的。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它这个泥潭只会越陷越深，它不太可能在将来啊还取得什么大的战役了，大的这个成功了。那话说中国啊，说白了，目的就是火中取栗。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你打仗是吧？一开始的所谓的保持中立，后来又要支持俄罗斯，支持俄罗斯的目的，它其实也是为了将来啊，能够在武统台湾的过程中间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嘛。但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其实也是狡猾的，知道吧？你指望俄罗斯给中国实质性的帮助，我个人觉得这其实也是天方夜谭。你不要指望俄罗斯这个军队真的中国跟美国打起来，俄罗斯会真的给中国特别大的实质性的帮助吗？我认为也不会，知道吧？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现在这种火中取栗的方式啊，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讲也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什么？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现在已经臭大街了。你想啊，你这个穷兵黩武侵略其他的国家，然后你中国现在在这个时候，你首先在道义上确实已经失了一分。就算你将来打台湾的时候，你认为俄罗斯能给中国实质性的帮助吗？不会。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也算是机关算尽吧。究竟将来还能不能获得收益，咱不知道。最后啊，我要做一点广告啊，因为明天后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呢就会推送一批乌克兰采访的节目。话说啊，我们乌克兰采访回来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啊，1个多月了。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上线也不多，确实剪辑的速度有点慢，是吧？因为确实是客观原因嘛，有很多客观原因。然后明天呢，我们会上2期我们的战区报道，一期呢是我们去尼古拉耶夫拍摄的内容。
尼古拉耶夫就是赫尔松前线里头，比较重要的城市。再有一个就是奥德萨的。后面还有几期节目，我们可能再过个10天半个月还会给大家推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推送一些专访节目，比如说，乌克兰的前国防部的副部长啊，包括我们采访的几个华侨啊，华留学生啊，还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本地的一些人，他们对这个战争的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我这个节目没播吧，很多人就说王军你的乌克兰的节目呢？结果我真上乌克兰的节目呢，就看的特别少，人看的特别少。你像我们上一次那节目，到最后的时候，一期节目的播放量还不到10万吧。说实在的，我们看完之后都挺伤心的。为啥呢？你看我平时做一期拍案节目啊，流量也都20-30万。但是我做拍案，你想想，这个相对于我们去乌克兰的采访，那个成本啊，各个方面的投入啊，应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乌克兰相比的。但是乌克兰的节目我们做的这么辛苦啊，在前方冒着危险到前线去做采访，回来之后又一遍一遍的剪辑，但是剪辑出来的内容啊，流量还这么低，所以说白了我们也有一点伤心。所以也都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节目更多的支持啊！只有你们给我们足够的支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不断的去这些地方去采访，我才可以不但去做拍案，还能啊继续到大家感兴趣的新闻现场呢去做采访，好吗？我们今天周末了啊，我们也不多说了，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再见。